看看一向以幽默和乐观示人的老罗都忙得叫苦不迭，或许你就知道，如今中国手机市场的竞争要比 OPPO 和 vivo 间的 battle 更加惨烈。在群雄争巨的市场上成立仅3年，名字也很奇怪的手机品牌8848，却为何能在这场决斗场中生存下来？触摸品质，发现未来，欢迎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8848，我的贵你不懂。提起轻奢手机，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它既无技术优势，又无法真正成为一件艺术品。因此，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轻奢手机的定位都是急于彰显自己身份的暴发户。在中国手机市场，万元以上的轻奢手机已不是什么新鲜产物。经历 M2017 鳄鱼皮私人定制版、华为 Mate 系列保时捷版、三星领士旗舰系列和 W 系列等产品都在此领域拼杀得异常激烈。2017年7月，奢侈品手机的开局者，1998年由诺基亚出资创立的 Vertu 在几经易主后宣布停产。在如此状况下，8848是如何逆流而上保持盈利的呢？一切都离不开它的创始人杜国营。提起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感到陌生。他不像雷军、老罗总是活跃在台前，但作品却称得上是家喻户晓。24岁时，杜国营辞去了稳定的教师工作，创建了自己的第一个品牌贝贝佳。短短2年时间内，这款针对青少年脊椎保护的产品便火遍全国。年少得志，有利有弊。在1998年，年仅25岁的杜国营就成了亿万富翁，被商界称为少年英雄、营销少帅。于是他开始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接下来，心浮气躁的杜国营却很快遭遇了事业上的滑铁卢。他投资的2个项目连续遭遇失利，不仅把赚到的上亿财富赔了个精光，还欠了供应商和渠道商3000多万。为了填补上此前决策上的失误所带来的资金漏洞，杜国营东拼西凑借来60多万，创建了他的第2个品牌好记星。在当时市场上已经充斥着文曲星、诺亚舟、步步高等移动学习机的情况下，杜国营想出了5维记忆法，让好记星成为教育电子产品中的领导品牌。2005年，贝贝佳和好记星并入橡果国际，杜国营也转向移动电子设备，推出了专为商务人士所打造的1人1本。这款产品很好地解决了他们手写签字的需求，在整个平板电脑市场独树一帜，售价比 iPad 还要高。最终，这款由冯小刚和葛优代言的移动电子设备被清华同方以14亿的价格收购，这让杜国营不仅成为一个眼光独到的商人，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营销大师。此后，杜国营团队开始着手推出8848的最初版本1人1本 M1， 定价为7000元。2015年7月28日，珠穆朗玛移动通信公司正式于北京发布了第一款8848钛金手机，它由万科股份原创始人王石代言。一经推出就把手机定位在高端市场，头层牛皮机身、钛合金边框、碳纤维材料、3眼腕表设计等等奢侈品元素，都让消费者把这款手机看作是暴发户的最爱。8848认为，在8000块的苹果和10万块的Vertu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于是他们也瞄准了这个市场。在近2年接连推出了8848 M3 和 M4， 在 M3 上8848钛金手机主打的安全要素得到了升华。它拥有独立的联系人、短信、通话记录和邮件，独立的相机、图库、文件存储，还可以独立安装微信、银行、股票等应用，相当于2部手机。对信息安全加倍保障的同时，更让工作与生活互不干扰。在8848 M4 上，珠穆朗玛移动通信围绕指纹识别，做出了双系统分别设置不同指纹进入的设计。其所搭载的高通820骁龙处理器、6G 内存、5.15英寸超清显示屏等，也让这款手机不同于以往的部分轻奢品牌。8848钛金手机背后的附加值与我们能看到的主流手机品牌中的旗舰产品不同。当一款手机频频与欧洲高档名表、高定服装或者巴黎时装周靠在一起时，就已经是在对多数的手机消费者表示：我的贵你不懂，别爱我没结果。在 M4 发布会当天的现场，杜国营表示 ，Vertu 的失败在于让一款科技产品过分奢侈了，而8848所定义的科技奢侈品是轻奢，是介于 iPhone 与 Vertu 之间的万元手机。不可否认，Vertu 那种零售价数万到10几万元的奢侈品牌让不少人望而却步，而8848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一部分用户的心理需求。所以，尽管被吃瓜群众嗤之以鼻，但8848依旧活得不错。
过去2年多，8848共计销售出20多万台手机，按照均价1万来核算，它的销售额已达20亿。不过，如何保证8848能在更长的时间内盈利，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8848的掌门人杜国营来说，从好记星、贝贝家一人一本8848手机，再到如今遍地广告的小罐茶，尽管名字变了，但杜国营营销套路并没有大的变化。8848的广告就像1234未必至、今年过节不收礼一样，时时刻刻的给你洗脑，让你记住他们。广告运作和明星代言一直是杜国营惯用的营销方式。按照杜国营此前所经营的一系列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看，8848目前正处于生命周期的顶峰。在疯狂的广告轰炸下，品牌的确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用户熟知，获得可观的销量。但这样的方式换来的很可能是品牌生命周期只有数年。此前，消费者协会就因涉嫌虚假宣传质疑过8848所宣称的名贵钛金属。2016年12月26日，8848手机在官方微博中对此前经营店面宣传用词不规范的行为进行了道歉。另外，对于5系钛合金的说法问题也做出了相关修正。8848手机未来面临的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市场消费能力有限，产品更新换代不够频繁，尤其是手机所采用的定制设计，让不看重配置的消费者在短时间内不会进行手机的更换。对于8848未来的发展，杜国营前不久曾表示，目标是1年卖出50万台。50万台的年销量，对于那些销量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台的手机大厂来说，简直是9牛1毛。不过，对于8848这种轻奢品牌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目标。在央视里不断巡回播出的8848广告片里，尽管制作方想竭力透露出一股成功者应有的姿态，但还是难免会让人嗅到一丝土味儿。或许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这么2类人吧，一种是会买8848的成功人士，另一种则是继续对他嗤之以鼻的下里巴人。当内心足够丰富时，我们或许就不再需要外在的修饰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同样的价值观，希望也能被更多的企业所接受。在疯狂营销之后，如何打造出真正高品质的产品，这才是消费者始终关心的问题。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关注加收藏，谢谢支持。它曾是中国最大的牛奶品牌，是上海人的童年记忆。他是谁？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下期节目。